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蓝同学脑洞工坊，我是蓝胖。2021年12月3日，有多家媒体报道称，丰田明年底将在中国推出一款小型纯电轿车，同时搭载来自比亚迪的关键技术。据知情人士透露呢，这一关键技术正是比亚迪自主研发的刀片式磷酸铁锂电池，也就是俗称的刀片电池。那么刀片电池到底是什么？它有什么特殊的优势，能使得丰田这家汽车行业的霸主也放下身段，主动登门求助呢？本期节目咱们就来聊一聊比亚迪的刀片电池。现如今的汽车市场，新能源汽车可以说是风生水起，相当受欢迎。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得益于政府的各种补偿和激励措施，越来越多的车主和准车主都把下一辆汽车的目标定在了新能源汽车上。几乎所有的汽车生产商们也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来研究和开发新款的新能源汽车。然而，这些琳琅满目、各式各样的新能源汽车，虽然外观和内饰都有很大的差异，但是都离不开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除了储存着能驱动汽车前行的电能以外，它的性能也决定了汽车能跑多远、跑多快以及有多安全。因此，许多正在研发新能源汽车的厂商也都花了重金用于研究更加高性能的动力电池组。目前市面上在售的纯电动汽车使用的动力电池大多都是锂离子电池。根据电池的正极材料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锰酸锂电池、钴酸锂电池等类型。而其中最主流的要数特斯拉使用的三元锂电池和比亚迪使用的磷酸铁锂电池了。这里所说的三元锂和磷酸铁锂，指的其实就是电池电芯位置使用的正极材料了。磷酸铁锂电池使用的是磷酸铁锂聚合物，而三元锂电池中的三元材料指的则是镍、钴，再加上锰或者铝三种材料的聚合物，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NCM 和 NCA 了。厂商通常会根据车型的定位来设定三者材料不同的比例，进而使电池拥有不同的性能表现和侧重点。那么咱们先来说三元锂电池。目前路上在跑的电动汽车，大部分还都是搭载了三元锂电池的。这主要是因为三元锂电池所拥有的一些特殊的优势。三元锂电池中的镍可以提高材料的可逆容量，提升电池的能量密度，也就主要负责提升电池的容量和车辆的续航能力。钴则能提高锂离子脱欠能力，可以提高电池的充放电速度，也就可以增加充电效率。那么锰或者铝的作用则主要为提高电池的安全和稳定性。所以三种材料相结合，可以大幅提升电池的能量密度。同样体积的电池就能拥有更高的容量，也就在政策下更受青睐。比如说特斯拉的 Model 3车型，市面上就曾同时销售过采用了三元锂电池的版本和磷酸铁锂电池的版本，而采用了三元锂电池版本的 Model 3续航要比采用了磷酸铁锂的版本多95公里左右。此外，在低温环境中，三元锂电池的表现更好，尤其是在零下20摄氏度时，三元锂电池相对于磷酸铁锂电池，电量衰减更低。因此，为了使自家的纯电动车型拥有更高的环境适应性，很多车商还是一直选择使用三元锂电池。然而，三元锂电池也有一些天生的弊端。首先，由于使用了诸多贵金属，三元锂电池的造价成本更高。其次，咱们刚刚也提到了，三元锂电池的单位能量密度很高，这也就导致了它在受到撞击时很容易出现快速升温现象，以至于车辆失火自燃。2013年，
美国田纳西州的一辆特斯拉 Model S 的底盘撞到了掉落路面的拖车挂钩，车底部的电池包被挂钩刺穿，电池瞬间短路起火。同年，西雅图的一辆 Model S 也是撞到了路中央的金属物体，电池包受损，车辆自燃。由于现在市面上的大部分电动汽车都会将电池模块安装在汽车的底盘位置，以提升车辆的行驶稳定性，同时增大车舱内部空间。而如果车主在驾驶过程中一不小心底盘蹭到了什么硬物，就很容易发生贯穿、刺破电池的情况，那么车辆自燃的隐患也就增加了很多。这也是目前三元锂电池被消费者诟病最多的点。而反观磷酸铁锂电池，它的耐热程度就比三元锂电池要高得多，热失控温度可达500度，安全性更高，自燃概率更低。除此之外呢，磷酸铁锂电池的循环寿命也高很多。根据实验室测试，磷酸铁锂电池的循环寿命可达3500次左右，比三元锂电池多了1000次。长期使用的耐用性更好，即使电池寿命到了尽头，依然会有80%左右的电池容量，回收利用价值高。最后呢，磷酸铁锂由于不含镍、钴等稀有元素，原材料获取相对简单，成本也更低。那么对于车商来说，就有了更多的应用场景。然而，磷酸铁锂电池也有一些明显的短板，比如说，相比于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的低温性能要差不少，零下20度的环境下，工作性能衰减过半。这也就是很多小伙伴们曝光的冬季续航缩水严重的问题。其次，由于化学性质的差异，磷酸铁锂电池的电池密度要低得多，那么续航和提速性能也相比于三元锂电池低不少。因此，很多追求长续航或者加速性能的电动车还是不得不继续选用三元锂电池供电。在这种情况下呢，比亚迪的刀片式磷酸铁锂电池就是一个相对而言更加完美的选择。一直以来呢，成熟的动力电池都是由电池单体、电池模组和电池包3个部分组成的，堆叠在一起，鼓鼓囊囊的。而刀片电池则直接无视了传统电池固有的模组概念，直接将单体电池拉长，固定在电池包的边框上。在刀片电池里，电池单体就成为了结构件的一部分，它既是供电部件，又是支撑起整个电池包的大梁。在每块刀片电池内都包含有多个刀片，而每一个刀片里又被分成了很多的容纳舱，这些容纳舱里都包含一个电芯。那么整个刀片实际上就是由多个极芯串联而成的模组。这样一来，即使整个电池模组看起来非常的轻薄，但是却成功的实现了在有限空间内最大化电芯数量的目标。尽管刀片电池的本质还是磷酸铁锂电池，并没有在聚合物元素上做出突破，然而通过这样的重新布局，刀片电池的体积能量密度比传统的铁锂电池提升了50%，相当于原来能跑400公里的车，现在可以一口气跑到600公里了。此外，刀片电池也相对于三元锂电池和传统的磷酸铁锂电池更加的安全。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搭载刀片电池的新能源汽车将把自燃这个词从新能源汽车的字典里彻底抹掉。在随后召开的刀片电池发布会上，比亚迪公布了一段刀片电池针刺穿透测试的视频。针刺穿透测试是行业内公认的对于电池电芯安全性最为严苛的检测手段。这一测试要求用钢针把电池的电芯刺穿，造成电芯内部的大面积短路。视频中，三元锂电池在针刺的瞬间出现了剧烈的温度变化，表面温度迅速超过了500度，放在电池表面的鸡蛋被炸飞了。传统的磷酸铁锂电池在被刺穿后，虽然没有立即起火，
但是却冒出了很多的白烟，同时电池表面的温度达到了200到400度，电池表面的鸡蛋也被高温烤焦了。然而刀片电池被刺穿后，表面温度仍然维持在30至60度的稳定水平，没有冒烟，也没有起火。科研人员解释说，三元锂电池的自然温度是200度左右，到达这个温度后，三元锂电池的正极材料就会开始分解产生氧气，而这些氧气在遇到电池内部易燃的电解液后，就很容易发生自燃现象。而磷酸铁锂电池的自燃温度则是在500到800度，在充放电时也不会释放氧气，因此呢，在被刺穿后也只是会冒烟，并不会起火。而刀片电池则是在利用了磷酸铁锂电池的这些优势后，又将外形做成了又扁又长的片状结构，散热面积变得更大，同时电池的回路也更长，热量不容易在电路上集中，因此被刺穿后也能保持稳定的温度，安全性能也因此大大的提升。然而刀片电池也并不是什么缺点都没有，比如说它依旧采用的是磷酸铁锂结构，因此在寒冷地区电能的损耗依旧是比较严重的，而且能量密度也还是比不上三元锂电池，它的续航和性能仍然有待提升。因此刀片电池注定不会是动力电池的最终解决方案。然而在新能源汽车高速发展的今天，各家厂商也都在马不停蹄地研究着拥有更独特优势的电池技术。我相信很快人类就将制造出一块几乎没有缺点的车用动力电池，到那个时候真的很可能满大街跑的就只有电动汽车了。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的话，不要忘记点赞、转发、评论以及订阅。我是蓝胖，我们下期节目再见。